my old hometown, picking up the years I leave behind. Getting in my car, I drive as memories fly by. Driving by the fields I used to run through, where you were chasing me. 说起了加拿大的感恩节，跟美国的感恩节没得讲一讲。加拿大是每年10月第2个礼拜一，那美国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4是举国同庆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啊。那规定从这一天起啊，黑困沙冈，即使远在异乡的人，也都要在节日前呢挂灯去，跟你的家人团聚，共庆佳节。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对感恩节重视的程度与这个传统的盛大节日圣诞节相比啊，加拿大许多的传统是源自于英国。那当然感恩节也是咯，一家人团聚一堂啊，享用这个烤火鸡啦和这个南瓜派啦，是最经典的感恩节的画面。可是你知道想要洗火鸡赶南瓜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呢，物力缺乏，那你放眼望过去啊，只有满地的野生的什么火鸡啊，那还有盛产的南瓜，那自然而然呢，就成为了时令的这个佳肴咯。那你看看北美洲那一种环境啊，都要开垦啊，北美洲的人又高又大，一般的主妇呢喜欢呢愈大愈好。因为呢，当天吃不完的，他巧手就可以把它变成了这个火鸡派、火鸡馅饼，有我们当年在吃年菜的这个味道啊。至于这个南瓜派，加拿大最传统的吃法是淋上盛产的蔓越莓的酱汁，因为高尾婚、早尾婚正是蔓越莓盛产的季节。那有什么比这个新鲜的蔓越莓呢做成的果酱更适合搭配这个鲜嫩多汁的火鸡肉？为什么叫感恩节呢？那感恩节是和美洲古代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和玉米的种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哦。16世纪，一批这个英国的清教徒，他难以忍受宗教的迫害那搭乘5月花号的木船驶往美洲，他们在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的袭击下，就在大西洋漂泊了65天，最后呢，到达了北美殖民地的普利茅斯。那当时正值冬季，那气候很冷然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呢，很慷慨的拿出储藏要过冬的这个玉米，还有马铃薯，送去这个获捕的野鸭啦，还有这个火鸡啦。那春天一到，那印第安人就教他们，那你要怎么种玉米南瓜啦，饲养火鸡啦。那白人的移民呢，跟这个印第安人呢，就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这个友谊。那这年的秋季的玉米丰收，移民们呢就举行了这个丰盛的感恩会，用烤火鸡和玉米糕点呢，这个款待了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呢就带着各种的这种玉米制品烤火鸡啦、南瓜馅饼啦、野葡萄啦，还有一些像玉米类的酒浆等等拿来参加这个晚会。那人们呢就欢唱啦、跳舞啦，通宵达旦，一熬等到每一年的玉米收获的11月底，那定居在这边的白人，那移民都要举行这个感恩会。这种感恩会就成为了一种惯例。那食物呢，在感恩节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我们现在来到了千岛群岛。说到了美国跟加拿大，美国与加拿大的敌对历史，也说明了加拿大如何
建立其国家认同。那建立利路运河最初是为了防止美国的入侵啊。当时的英国在北美的13州的殖民地，在1775年到1783年寻求独立而发动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只剩下加拿大，那主要为圣罗伦斯河两岸的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就今天的魁北克，美国人呢独舞穷兵不只是当代的现象，立国之初即已经展现了好战的特色啊。1812年，詹姆斯麦迪森总统呢，在这个国会啊向英国宣战啊，历史上称为第二次的独立战争。当时的英国与法国拿破仑的战争进入了紧要的关头，美国从新大陆补给的法国军需，英国海军把它拦截了，所以有开往法国的船只，使得美国群情激愤。美国人一向大赚战争财啊，那当船只呢无法离港提供法国补给啊，相关的业主就纷纷向政府来陈情了。美国不断向英国提出了抗议，但大英帝国没有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放在眼里，导致美国的主战派抬头，为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拉开了这个序幕啊。再进一步说呢，美国独立后，英国控制的加拿大就在美国北方。英国虽然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但也尝试了夺回这块独立的13州，而新成立的美国则以掌握新大陆，向西部扩张，然后呢，彻底的将英国的势力呢逐出美洲为一个目标。那双方于1812年燃起了战火，当时已经卸任的美国第3任总统汤马斯·杰弗逊呢，曾经说到他说了什么？今年将加拿大地区兼并，包括魁北克，只要向前进，向哈利法克斯进攻，最终英国势力将彻底逐出美洲大陆。美军和英军在战事中互有损失，英军甚至当时呢还攻入了华盛顿，将美国首府付之一炬，国会和白宫都得重建。最后，英国因为欧洲的战争未歇，无法在新大陆花费太多的军费，所以在1815年与美国签订条约，恢复战前的边界。英国仍在当时保有加拿大。加拿大的千岛湖位于加拿大的千岛群岛，又被称作为叫千岛湖。整个湖面上零星散落大小不一的岛屿，1865个大小不一的小岛，大的高达100平方公里，小的则只是礁石，所以称作千岛湖。而这里同时也是美国、加拿大两国的交汇处，所以称作为千岛湖。位在加拿大圣劳伦斯河以及安大略湖的交汇点，而这里也是美国、加拿大两国的国界交错处。
金士顿的历史呢，开始于16世纪，由法国的探险家于1669年最先发现此地啊。那金士顿最先呢，不叫这个名字啊，因为它优越地理位置啊，使它成为绝佳的防守要塞以及皮毛的货役中心。1812年的战争中呢，金士顿是英军五大湖舰队的司令部。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美军的偷袭，英军在此修建了一系列的城堡炮台。1841年，金士顿当时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啊，成了加拿大的首都。不过呢，不到3年，就因为凶险、战略位置不佳等原因呢，失去了这个头衔。那接替他的先后是蒙特楼和多伦多，直到了1857年，英女皇的一纸诏书宣布了渥太华为首都。除此之外，金士顿还是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的故乡，加拿大最古老的监狱也在此。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是目前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这个发展数百年的都市究竟有什么迷人之处呢？每年让全球不少观光客造访多伦多的景点呢？我们先来到多伦多大学。多伦多大学呢，于1827年成立，是加拿大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公立大学，同时也是世界名校之一。多伦多大学位于加拿大的第一大都市多伦多市内。来看这边了啊，多伦多大学啊，你看，是我们养的啊。嗨，跟大水。哎呦，你看还入境呢，来，跟着松鼠一起入境啊。多伦多大学啊。多大学。热风。
业，多伦多大学我们要毕业了。哦，哎呦今天毕业典礼，来，你照我，我照你。 OK， 叫我。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多伦多市，那其中多伦多的证券交易所啊，是世界第7大的交易所，总部也设于市内，有多数加拿大公司在这里上市。多伦多时常被列为北美最安全、最干净的城市，也因为低犯罪率、清洁的环境、高生活的水准以及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啊，因为市内49%的人口是在来自加拿大以外啊，使得多伦多呢被列为了全球10大最适合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光这一点就很值得你来了，全球10大最适合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哎。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如果问多伦多，让人第一个想到的建筑物是什么呢？应该早白来都有被跟你说，那根本超高的电视塔 CN Tower。那 CN Tower 的 CN 是 Canada's National 的缩写。那塔高呢有553.33公尺，现在是世界上第5高的智利式建筑物。只要在多伦多的市区的地理范围，游走每个景点，几乎都可以看到随处探出头来的 CN Tower。1976年落成后呢，这个塔一直被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大全，记录为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啊，直到被这个 Dubai 的哈利法塔超越为止啊。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它并不是一个建筑物啊，而是一个非建筑结构物啊。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由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于1976年建造，目的是显示加拿大的工业实力。最初只是被设计为传送广播电视信号的天线，305米高度处呢有用于传送预告信号的微波接收器。而那广播的天线呢，也位于塔的最高顶端啊。电视塔内呢设有高447米的金属阶梯，有1776级，是世界上最高的金属阶梯。这些阶梯用于紧急用途。那在1995年，加拿大的国家电视塔被美国的土木工程协会呢收入现代世界7大奇迹，同时也是世界高塔联盟的成员之一。金氏世界纪录呢，将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分类更改为世界最高的建筑和世界最高的智力建筑物。2007年，哈利法塔以553.4米的高度超越了加拿大的国家电视塔，成为了世界最高的智力建筑塔。Not afraid to bring it up. We laugh when times are rough. All of is enough to carry us through. You bring me roses on a Tuesday, kiss me at the red light. We both like to walk down in Shelby Park. You hold my head at bedtime. You know my favorite wine. This is why we work. Why it's you and I.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ou turn to me and say, come on, let's get away. Skip this town for a day.